见一回，终难料彼此相会。因说成双对，饮水心扉。背影聚精会，过往年中无需追。君知梦，我知缘，相依偎。一守护跟随，身与心，心却难违。念这般滋味，刚才干什么呢？三哥平日里用的什么香露啊？香露？不用香露啊。以前没发现，三哥身上的味道还挺特别的。回头我让699也过来闻一下，也许他能制出一款男子用的香露，没准儿生意能大好呢。是吗？一双人两相随，千古纵心愿，执手共对。此生的一人已不悔，一份缘两人陪，只盼望生生双双对。家门如钢，这，坐。你神神秘秘的，这是要带我看什么？哇，这么可爱，这些都是你画的？这是你5岁那年爬到我门口那棵树上偷枣吃。谁说我是偷啦？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摘。啊，行，光明正大。哎，你瞧瞧你，端坐在这儿偷看我看书呢。你看看我画的，我画的是你偷看我。这就是你说的无价之宝，这不就是你随便画的一幅画吗？啊，你看不出来什么是无价之宝啊？看不出来。这画上的人是无价之宝。油嘴滑舌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纳采的订贴呀，上面有我的生辰八字，还有我全部的身家性命。交给你了。这东西不应该是父母过目吗？我看有什么用？好，那这么说你没有意见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意见呢是没有了，不过条件嘛有3个。啊，你说。第一个，没有夫唱妇随，也没有什么男主外女主内，在家里所有的事情通通听我的。第二，不许逛花楼喝花酒，更不许纳3妻4妾，只许喜欢我罗一宁一个人。你别往我屋里塞人就行。我怎么可能往你屋里塞人？你当我傻呀？第三个，不许藏私房钱。我订贴都给你了，我藏什么私房钱？罗胜远，你唬谁呢？我认识你都多久了？这么薄一个本本，你说这是你全部家当？订贴，这当然是我的全部家当了。我再重复一遍：第一，家里面的大事小事全都交由你管，我所有的身家性命全都给你，订贴为证。第二，我绝不娶3妻4妾，今生今世就你一宁一个妻子。第三，我没有私房钱。好。那既然你都明白了，准备什么时候上门提亲啊？马上去。国公，沈源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这汪远可招供了？只招了些虾兵蟹将。这老贼还在做垂死挣扎。他这是心存侥幸，还指望着陆家群能救他呢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陆家学和汪远沆瀣一气？不太可能。陆家学是带兵打仗之人，
军功上尉应该不会有通敌的能力。通敌之事，他也许没有，但他一定参与了走私。国公爷可还记得陈道衍的死？你曾跟我说过，陆家学唯恐重启陈九衡一案，牵扯他走私一事，所以对你们师门斩尽杀绝。当初你为了保护陈道衍，也算是费尽心机啊。可敌不过奸人，目无王法，心狠手辣。可惜，这陆家学借杨凌之名，毁了汪远的走私船，所有证据都没喽。以汪远的为人，不可能不留后手。后手？你的意思是，如果真有这后手的话，你是想让他交出和陆家学狼狈为奸的证据，扳倒陆家学？这就要看汪远够不够聪明了。哼，有意思。哎，你今天找我来，所为何事？哦，晚辈是想求取于您。我现在的心思全在汪远这件案子上，此案不结，其他的事情我无心考虑。国公爷说的是。行了。你把我提来，不是为了让我看你饮茶吧？从前你只手遮天，京城的大事小事，都逃不过你的耳目。你我深知彼此，有话不妨直问。罪证俱全，定你的罪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，有什么可问的？那你到此来干什么？唉，拖延这些时日，就是想等着陆家学把你给救出去。时至今日，又如何呢？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也罢，我把你交给官家，同样是大功一件。只不过到时候就是你为鱼肉，我为刀俎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党羽名单。站住！为什么要抓我？走！我要面见官家！我要面见官家！来，喝。就是他，给我带走！混账！你是谁？走啊！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放开我！何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放开我！就是他，带走！你是何人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谁给你的胆子？放开我！侯爷，汪远已经供出来李侍郎和那几个官员了，会不会下一个就是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老实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放开我！陆家学呀，陆家学，你也该坐不住了吧？
陆家学果然进宫了。他被我们逼到了绝境，此时进宫就是想断臂求生。您是说他去官家面前检举汪远，以求自保？那官家会相信他吗？经营这么多年，肯定留有后手，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拉下水的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听闻英国公也被召进了宫。什么时候？就在陆家学进宫后不久。公子，陆家学检举汪远，那为何官家还要召见英国公啊？陆家学进宫，不是求生，是想求取夷宁。英国公留步。陆侯，有何指教？哦，对了，忘了恭喜陆侯了，检举汪远，立下奇功一件。但是老夫万万没有想到，陆侯和汪远还有这层关系。失敬啊！此事我已向官家解释过了，走私之事是汪远想拉我入伙，为得他的信任，我假意合谋，为的就是将参与走私的官员尽数查明。况且我已将汪远的走私盈利尽数上交国库，难道国公爷还不信任我吗？事已至此，我信不信任重要吗？啊？看来国公爷对我还是有些误会，所以方才官家赐婚于我，才会阻拦。我不明白，名门贵女那么多，为什么陆侯偏偏看上我家夷宁啊？因为我真心喜欢夷宁，我想娶她，真心对她好。可惜啊，我家夷宁和罗少卿早有婚约，难成陆侯的美意了。你可知欺君之罪可是灭九族啊！国公爷，婚约之事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去打听打听，他们的婚事就定在下个月。国公爷，你什么时候跟夷宁有婚约了？他当初寄养在罗府，我祖母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了。当时还小，不便提及此事，如今长大了，自然就可以说了。那番话原来是你教英国公说的呀！你竟为了一己之私，让英国公冒欺君之罪的风险。若夷宁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还会嫁你吗？这个话从何说起啊？蒙骗官家的罪名，在下和英国公可是担不起。若不是，先告辞了。夷宁，父亲，官家一早召您入宫，可是有什么急事？官家赐婚于你了。赐婚？官家为何要赐婚于我？把我赐给谁了？里面说，姨娘，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，但从来没有问过，你要对我说实话。你跟这陆家学没有什么交集，他为什么总是在纠缠你呀？我和他其实是在别院的时候就认识，那时候我以为是两情相悦，其实是错付了。那你还喜欢他吗？不喜欢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是这样，今天这陆家学以检举有功为名，想让官家赐婚求娶你。我呢，
在朝中还是有几分薄面的。官家就询问我的意思，我就对官家说：“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你和罗慎远早就有了婚约了。”父亲，太好了。可是，那岂不是欺君？是啊，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陆家学，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啊。那官家可相信了？信了，还好我急中生智。我跟官家说，你寄养在罗家的时候，罗老太太在你们小的时候就定下了娃娃亲，因为你们还小，所以没有什么人知道。可是，便宜罗慎远那小子了，我还想再考验他几天呢。三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等你啊。你是因为今日赐婚之事，所以在这等我吧？今日父亲说我们早就有婚约，这话是你教他的吧？国公爷说的那番话确实是我教的。我想先将定帖奉上，待到我考验通过之时，我再正式上门求娶怡宁。可是日后若有人提及到我和怡宁的关系，为了她的声誉，还望国公爷考虑晚辈的说辞。你的说辞？什么呀？怡宁当初寄养在罗府的时候，我祖母便许下了我和她的婚事，但她年纪尚小，所以一直未提及此事。你想的倒挺周全啊。和怡宁有关的事情，想多一些还是好的。但是我可不是为了让他欺骗官家，而是为了让你日后免遭人非议。那你可曾想过，若是官家给我父亲一个欺君之罪，该如何？祖母那边我都禀告过了，家里面也都交代好了，不会有人透露的。即使是陆家学告到了官家那儿，也治不了国公爷的罪。这下放心了吧？嗯。父亲。爷。沈远啊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。你说这陆家学检举汪远一事，他漏洞百出，为什么官家就能被他所骗呢？我想官家也并未全然相信陆家学，只不过汪远一事牵涉官员甚广，整个朝野动荡，陆家学此时检举汪远，并将所得上交国库，于官家而言，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摸清了官家的想法，才敢贸然走这步棋呀。他应该是无棋可走了。这一步虽说是暂时保全住了自己，可是也加深了官家对他的怀疑。罗慎远，你要感谢这个案子，要不是因为这个案子，你能那么快娶到怡宁？别说1个月，1年都难呐。国公爷所言极是，慎远今后定会多替怡宁考虑。慎远今日再次登门，向国公爷正式求娶怡宁。有必要吗？现在外面全知道你和怡宁有了婚约，早晚她都会嫁你，何必这么急呢？规矩不能废。上次国公爷尚未应允，今日恳请国公爷准许。好啊，还是懂得礼数的。那明天让你父母
来登门求亲吧。申远在此，谢过国公。我费尽心机，到头来竟为他做了嫁衣。此事已成定局了，咱们还是放下吧。你说定局？当年我军功被夺，险些被陷害致残，若我是认命的人，早已不知埋骨何处，哪会有如今的安北侯府啊！今时今日的我，早已不是当年的陆家学，更不会认命。可现在很难再有转圜余地，我们难，不代表不可能。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得到的每一样东西，何曾如有？1个月之后，罗申远就会去夷宁过门，我绝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